白雪村，一个隐藏在深山中的历史聚落。这一次2天1夜的露营，我们来到阿里山森林的深处，沿着古老霞山铁道遗迹，通往曾经繁荣的聚落白雪村。在看得到星空的草地上搭好帐篷，享用蔬食烧饺子大餐。隔日一早，雾气散去，走入白雪村的建筑中，感受过去生活的气息。时光的沉淀，让这些老房子别具意义。早安，这里是清晨6点的嘉义火车站。昨天住在对面的旅馆，没睡几个小时，天还没亮就冲过来，为的就是搭乘第一班前往阿里山的客运。一上车就赶快吃晕车药来补眠，看着窗外的景色，渐渐进入梦乡。抵达阿里山转运站，吃个早餐休息一下，等伟哲从东埔山庄下来接我。坐在机车后座，看着两旁树叶上头点缀着橘红色的小叶子，是秋天的气息呀。车程大约20分钟，过了至中之后，有一个小小的停车场，写着鹿林山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木牌。我们这次的行程就从这边开始了。这个登山口叫做新高口，台湾最高峰玉山，在日治时期被称为新高山。在那个时代，要爬玉山可是要从这里出发的。在这边有着一条废弃的霞山铁道，这次我们就沿着铁道遗迹，探访曾经繁荣的聚落白雪村。好美哦！2天1夜的行程，我们要去白雪村。这次就是想要找个地方可以舒舒服服的露营，然后来阿里山又离伟哲上班的地方比较近，可以减少交通往返的时间。那因为今天我们出发的比较晚，现在应该要几点？应该快11点了吧？我们现在刚从路口走进来一下下，然后我们等一下看哪里可以露营，我们就在哪里扎营。感觉今天天气不错。从登山口到南安营地，在地图上看是绕着山腰的平缓路线，实际走起来有很多溪沟和小崩塌处，需要手脚并用，小心通过。顺顺利利，攀岩猴子的一生。单纯水源很多耶。对啊，但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旱季，要不然前阵子水应该更大。走吧，走，攀岩猴子。一开始伟哲让我走前面，每走一段路，我就要努力剥掉脸上和嘴上的蜘蛛网，根本就是来这边开路的。看来平日的霞山铁道应该是没什么人走吧。这是什么？猕猴桃哎，猕猴的桃子吗？不是人家带来吃的吗？奇异果。我不喜欢。真的是，你不要吃啦，放回去。好，放回去。
所以有时候走要看一下，大家一起看路。好，没问题。这应该可以搭2人帐15顶哦。对啊，好舒服哦。这晚上走要小心，有玻璃。哦，真的哦，有很多瓶子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很棒的营地，但还可以再往前面走一点。我现在在学习认离线地图哦，救命！这里有小泪影。这里箭头。我们现在在工作站这边，你看这边的等高线都比较缓，有没有？所以你看你对照，你看你现在的环境有没有？是一个缓人，很平。哦，好。然后会经过一个高绕，然后到溪沟。哦，好多。对。还有一段路要走哦。了解。才会到南安营地。好，走。现在吃午餐。这个是白饭。我现在背后是西方，你现在面对我的地方是西方。那边就可以看到流星。彗星在那个山后面。哦，彗星啦，讲错了。我们在讨论8万年一遇的阿特拉斯彗星。这几天在日落时的西方，可以看到它拖着长长的尾巴划破天际。伟哲在东埔拍得很开心，不知道今晚有没有够幸运可以看得到呢？但这里不是高山，四周都有树林遮挡，可以看到银河就要偷笑了。谢谢。饭团。檜木甜甜圈。现在我们在取水。算一下时间，我们应该会在天黑前抵达白雪村扎营，但白雪村没有水源，也没有时间在下切溪边取水，因此我们先在靠近南安营地的水源处装好今晚和明早的饮用水。这样很漂亮。抵达了南安营地，午后太阳斜射光穿越树林，些许的雾气增添了朦胧的色彩，多么美的一幅画呀！抵达了制高点，海拔2408，终于要一路下切白雪村了。这个叫做24083，心跳有点快，加油！等一下要下去了，或什么？加油！为什么会有这么可爱的椅子可以让你坐呢？膝盖弯起来了，起来了，都一样起来了，赶走。对认路还不是很敏感的我来说，白雪村的路其实不太好找，不仔细看的话，很容易不小心走到受尽。还好，在容易迷路的地方有很多登山队的布条，只要跟着布条走，就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向了。这茂密的蕨类植物长得比我还高，用登山杖拨开，缓缓前进，发现里面开满了白色小花朵，花香散发着独特的药草味道，加上山岚围绕的雾气，
增添了一股神秘的氛围。这边到了一个小路标，叫做画香岭，很可爱的牌子。1830。终于赶在天黑前抵达了白雪村，上个世纪曾经繁荣的聚落，今晚是我们的扎营地点。白雪村，哇，有餐具，有人吗？什么那种小时候的干妈点哦，这个超可爱的耶！哦，是小兽骨，这是水路吗？对。嗯，以前的人住的。哎。汲取上次在翠池帐篷返潮的惨痛教训，这次内里也带来了，希望这次要一觉到天明啊。我们搭上直的。好。出发前，伟哲还帮我加工，在4个边角装上加强的银绳，这样子可以更抗风，搭起来也更挺更好看。因为这种银钉哦，它比那个打，好像打歪的呢。赶在天黑前扎营完毕，准备开火吃饭咯。现在是晚餐时间，这是我的 7-Eleven 的新饭团，叫做野菇炊饭饭团。我要加米一起煮，这样就会变很大份的炊饭。然后等一下还有水饺，把它煎成锅贴。开始煮饭了。先把饭团压扁，加入干燥白米饭，一点橄榄油和干燥蔬菜，加水搅拌一下，就可以直接上酒精炉煮了。超级简单的懒人料理。再来看一下隔壁棚，香喷喷的煎饺出炉了。这个在 7-Eleven 冷冻柜的青花椒植物肉水饺，本来就是熟食了，加点油，用小火干煎成脆脆的煎饺。第一次弄，看起来应该是蛮成功的。烧饺子，看起来很厉害哟。有一次有人竟然没带酱油膏。是我要酱油膏。冰花吗？好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下次会带那个粉跟酱油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来吃吃看。哦，这个，谢谢你把煎的漂亮，没关系，给你吃，你吃，我吃不完那么多啦。你要吃6颗哎，你那还有一袋哎。煎饺。璀璨夜空之下，被银灯照亮的木造建筑，一种寂寥破碎之美。还有一个小插曲，本来是要拍夜空的，在整理照片时仔细一看，帐篷旁围绕的几只萤火虫，在相机的长秒数曝光之下，绘成了绿色的轨迹。
也算是一种意外的惊喜吧。昨天半夜，突然被一大群人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吵醒，想着是哪支半夜登山队这么晚才到，然后又昏沉睡去。一早起来环顾四周，原来是在做梦啊，有点神奇的梦。你的早餐是梅子昆布饭，这个已经先放好干燥饭了，然后还有海带芽跟一点点高丽菜，然后这边放了2颗超好吃的乌龙茶梅，还有干燥饭，等下加水稍微煮一下才焖，很快。很棒。快木甜甜圈，哎，这好可爱哦！你就会变成酥皮甜甜圈，对不对？对。在帐篷里面盖着羽绒被吃早餐，真的很幸福。悠闲的发懒一下，等阳光出来，再进去木屋里面逛，这样子拍照出来也比较好看。白雪村，在网络上查资料，早年这边曾经因为炼制樟脑和采艾玉繁荣一时，但后来逐渐没落，村民们也陆续迁出。多年后的今天，就成了我们现在探访的秘境了。夏普现代古迹。我们杂营旁的木屋算是保留比较完整的建筑，走入屋内可以看到很多历史感的物品，古早的化妆镜、瓷碗、棉被、竹竿晒衣架和枕头，感受过去人们生活过的气息。这都有架高你知道吗？这样就不会湿气那么重。下面这边你看它架很高，你蹲下来录，你看它下面整个是空的。有没有？下面可以藏食物。不会啦，不会藏食物啊，那藏食物反而危险。这架高至少湿气不会那么重啊。如果不想搭上心脏够大的，就可以睡这个。不行啊，那是人家的家里，不可以睡。抓小动物的，对，抓小动物捕兽夹。这边对啊，很多一些老器具。这个牌子，好在棉被上，你看山水，啊，你看连螺丝都还是旧的，这个山水是这边本来的地名，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叫它白雪村。这边海拔不到2000，应该不太容易下雪吧？是不是山水的谐音跟白雪很像呢？沉浸在历史的漩涡，完全没注意到时间。要离开的时候已经快10点了。那个时候的人们，如果看到我们这样疯狂拍照，应该会觉得我们无聊吧？没办法，
有些事物经过时光的洗礼，就像酒一样，越陈越香。这么说来，如果过个20-30年再过来看，应该就会变成稀世珍宝咯。好吧，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走得动的话。下期预告：在新竹和苗栗的交界，有一个以云雾为名的地方，雾气环绕森林，像仙境一般。天气晴朗时，还可以远眺壮阔的雪山圣人线。这里是观雾山庄，一个我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。这一次回忆之旅，很奢侈的订了3晚的营位，用跑步的方式好好回味这些森林步道，幻想自己是一只水鹿，奔驰在软 Q 的松针地毯上，渴了就喝岩壁渗出的山泉水，饿了就回营位煮大餐来吃。骑行在森林的脚步声，我们跑的是回忆呀。下一集观雾露营，敬请期待。